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叫程安丽，今年33岁。去年3月，我穿着洁白的婚纱，满怀憧憬地嫁给了陆玉晨。那天的阳光很好，他牵着我的手走向婚礼现场，我以为这就是幸福的开始。小安，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陆玉晨在我耳边轻声说着，他的声音温柔得像春天的风。婚后的日子确实甜蜜，每天早上他会给我做早餐，晚上我们会一起看电视，周末去公园散步。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但是这份幸福在第3个月的某个下午戛然而止。那天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餐，婆婆韩素贞突然推门进来。她平时话不多，总是板着脸，但这次表情格外严肃。小安，妈有件事要跟你商量。她在餐桌旁坐下，手指在桌面上轻敲着，发出哒哒的声音。妈，你说。我放下手中的活，在她对面坐下。你知道玉航现在创业正缺钱，你嫁过来时不是带了50万嫁妆吗？我想着，既然都是一家人，你看能不能？我的心突然沉了下去。玉航是陆玉晨的弟弟，比我们小2岁。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最近一直叫嚷要自己创业。妈，这个我有些为难。这钱是我爸妈给我的，他们说是让我有个保障。韩素贞的脸色立刻变了。什么保障？你嫁到我们家，还怕我们亏待你不成？再说了，玉航是你小叔子，帮帮他不是应该的吗？我感觉胸口有些闷。妈，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钱。行了，我知道你舍不得。韩素贞站起身，那从明天开始，家里的开支我们就 AA 制吧。既然你要分得这么清楚，那就分清楚点。他说完，转身回了房间，留下我一个人呆坐在那里。晚上陆玉晨回来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听完后沉默了很久。玉晨，你说句话啊！我拉着他的手，希望他能站在我这边。小安，要不你就帮帮玉航吧，他确实不容易。陆玉晨避开我的眼神，再说，妈的话也有道理，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一刻，我感觉心里凉了半截。从第2天开始，家里真的实行了 AA 制，买菜要 AA， 水电费要 AA， 连卫生纸都要分开买。小安，今天的菜钱82块，你给41。韩素贞把小票递给我，表情冷淡。我默默地掏出钱，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家突然变得如此陌生，像是住在合租房里一样。最让我难受的是陆玉晨的态度，他好像完全赞同他妈妈的做法，甚至开始计算我们共同使用的每一样东西。小安，你昨天洗澡用了20分钟，热水费应该多分摊点。他认真地拿着计算器，仿佛在处理公司账务。陆玉晨，你疯了吗？我终于忍不住了。我们是夫妻，不是室友。可是妈说的对，既然你不愿意帮助家里，那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他的语气平静得可怕，就像在陈述一个事实。我气得浑身发抖。我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拖地，这不算帮助吗？那不一样。他转过身去。小安，你别这么激动。那天晚上，我们第1次分床睡，我躺在客房的单人床上，眼泪打湿了枕头。日子一天天过去，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韩素贞开始各种找茬，说我用她的洗衣液了，说我占用她的冰箱空间了，说我看电视声音太大了。小安，你这个月电费超标了，要多交15块。他拿着电费账单，一脸严肃。我看着账单上的数字，感觉荒谬至极。妈，超标15块，我们家又不是住不起。那不行，
说好了，约制就要执行到底。他把账单往我面前一放，玉晨也是这么说的。我转头看向陆玉晨，他正在看手机，头都没抬一下。1个月后，我已经几乎不和陆玉晨说话了。我们像2个陌生人一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买菜，各自做饭，各自洗衣服。有时候我会想，这还算是婚姻吗？那天我在超市遇到了邻居沈云山，他看到我推着购物车里少得可怜的几样东西，有些惊讶。小安，你们一家3口怎么买这么点？他的购物车里堆满了各种食材和日用品。云山姐，够用了，我不想解释什么。你们新婚不是应该很甜蜜吗？怎么感觉你瘦了好多？他关切地看着我。我勉强笑了笑，没事，就是最近单位比较忙。回到家，我发现陆玉晨正在和玉航打电话。没事，哥再想想办法。他的声音很轻，但我还是听到了。挂掉电话后，他看到我站在门口，表情有些尴尬。小安，你回来了，你弟又要钱了？我直接问道。没有，就是随便聊聊。他避开我的眼神，但是第2天我就发现了问题，我们的联名账户里少了5万块钱。陆玉晨，这5万块钱哪去了？我拿着银行对账单质问他，他的脸瞬间红了。我给玉航应急用一下，很快就还。你没经过我同意就动用我们的共同财产，我感觉血液都在往头顶涌。就是暂时借一下，你不要这么小气。他的语气里带着不耐烦。我小气？我觉得自己快要炸了。那你妈妈为了15块电费斤斤计较的时候，怎么不说小气？我们又吵了一架，这次比之前更激烈。最后，我摔门而出，一个人在小区里走了2个小时。就在我以为这就是我婚姻生活的全部时，一条短信改变了一切。那是一个周2的下午，我正在公司整理文件，手机突然响了一声。你的丈夫在隐瞒一些事情，如果你想知道真相，查查他的私人账户。短信来自一个陌生号码，没有署名。我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很久，心里五味杂陈。是谁发的？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陆玉晨在我身边呼吸平稳，看起来睡得很安稳。月光透过窗帘洒在他脸上，我突然觉得这个和我共枕而眠的人如此陌生。第2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银行。你好，我想查询一下我丈夫的账户情况。我把结婚证和身份证递给工作人员。不好意思，你只能查询联名账户，他的个人账户需要本人来。工作人员很客气，但拒绝了我的要求。我失望地离开银行，在路边的咖啡厅坐下。正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陌生号码。建兴路咖啡屋，3点。我会把你想要的告诉你。我抬头看了看咖啡厅门口的招牌，正好就是建兴路咖啡屋。下午3点，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径直走向我的桌子。你就是程小姐吧？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你是谁？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紧张地看着她，她在我对面坐下，摘掉了口罩。那是一张憔悴的脸，看起来30岁出头，眼神里带着疲惫和愤怒。我叫叶清婉。他说出这个名字时，我感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叶清婉，陆玉晨的前女友，他们交往了4年，分手已经2年了。你找我做什么？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他的声音里带着恨意。陆玉晨这个人渣。他从包里拿出一沓银行转账记录，推到我面前。你看看这些，从你们结婚开始，
他每个月都会给我转5万块钱。我的手颤抖着拿起那些纸张，上面密密麻麻的转账记录让我头晕目眩。为什么？我的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因为我怀孕了。叶清婉的话像雷劈一样击中了我，孩子是他的。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咖啡厅里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你说什么？3个月前，就在你们举办婚礼的前一天，我们见了面。我告诉他我怀孕了，他说会负责的。叶清婉的表情很痛苦，但是他不肯取消婚礼，说会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胸口像被人狠狠砸了一拳，喘不过气来。这些钱就是他给我的补偿，说是让我安心养胎。他继续说道，但是我不想要他的臭钱，我只想让他承担责任。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一直逃避，除了给钱，不愿意承担责任。叶清婉苦笑了一下，所以我想，也许你应该知道真相。我坐在那里，感觉整个人都麻木了。原来这就是陆玉晨要给玉航的创业资金的真相，原来这就是他支持 AA 制的原因，原来这就是他对我越来越冷淡的原因。我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说的是真的？我最后问道。叶清婉拿出手机，打开一段录音，里面传来陆玉晨熟悉的声音：小婉，我知道对不起你，但是现在这样对大家都好，钱我会按时给你，好好养身体。陆玉晨，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吗？我们在一起4年，现在我为你怀孕，你却要我当小三，别说这种话，我会想办法的。录音到这里就断了。我看着叶清婉红了眼圈，程小姐，我不是要破坏你的婚姻，但是我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没有父亲。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只是希望他能承担责任。我默默地收起那些银行记录，站起身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那天晚上，陆玉晨还是像往常一样回家，在客厅里看新闻。我坐在他对面，把那些转账记录放在茶几上。这是什么？他看到那些纸张，脸色瞬间变了。你自己看看。我的声音很平静，出奇的平静。他拿起那些记录，手指都在颤抖。看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满是慌乱。小安，你听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每个月给前女友转5万块钱，还是解释你为什么让我们家 AA 制，却偷偷资助别人？我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想站起来，被我拦住了。那是哪样？我直视着他的眼睛。陆玉晨，我们结婚3个月，你有一天对我真诚过吗？他张了张嘴，但是没有说出话来。叶清婉怀孕了，对吧？我直接问道。他的脸瞬间苍白如纸。你见过他了？他来找我了。我感觉眼眶开始发热。你知道吗？当我发现我丈夫用我们的共同财产去养别的女人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时，我是什么感受吗？小安，你听我说，我和他已经结束了，这些钱只是封口费。我打断了他。那孩子是不是你的？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我感觉眼前一黑，差点摔倒在沙发上。为什么？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小安，我没想过会这样。我爱的是你。爱。我突然笑了，那笑声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怕。陆玉晨，这就是你的爱，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我的钱养你和别人的孩子。他跪了下来，想要抱住我的腿。你原谅我这一次，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了。我推开他，站起身来。够了。陆玉晨，够了！你要去哪？看到我往卧室走，他慌了，收拾东西，我要回娘家。我头也不回地说道。爸妈看到我拖着行李箱回来，先是惊讶，
后来听我说完整件事，爸爸气得脸都红了。这个王八蛋！爸爸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小安，咱们不能这么算了。妈妈搂着我，轻抚我的后背。闺女，别哭了，妈心疼。妈，我是不是很蠢？靠在妈妈怀里，感觉委屈得像个孩子。不蠢，是那个男人太坏。妈妈的声音很温柔。妈妈问你，你还想要这个婚姻吗？我想了想，摇了摇头。妈，我想离婚。好，那我们就离。爸爸坚定地说道。但是不能让他们占便宜，该要回来的1分钱都不能少。第2天，我的闺蜜许念之就来了。我们从初中开始同窗，她现在在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小安，你这个案子很典型。许念之整理着我带回来的所有证据。配偶用共同财产支持第三者，在法律上是有争议的。那我能要回那些钱吗？我问道。可以尝试，但需要更多证据。许念之推了推眼镜。你联系一下叶清婉，也许他可以作证。当天下午，我联系了叶清婉，她同意配合我，提供更多的证据。程小姐，我们虽然是情敌，但在这件事上，我们是一条战线的。叶清婉在电话里说道。她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1周后，我们2个家庭约在一家酒楼的包厢见面。陆玉晨坐在韩素贞旁边，脸色憔悴，眼神闪烁。我坐在爸妈和许念之中间，感觉有了靠山。亲家，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想好好谈谈这件事。韩素贞率先开口，语气依然强硬。孩子们年轻，闹点脾气很正常，没必要上升到离婚的地步。闹脾气？爸爸的声音提高了8度。你儿子用我女儿的钱养别的女人，这叫闹脾气？那个女人是他前女友，都过去的事了。韩素贞不以为然。再说，那钱是玉晨自己赚的，是吗？许念之拿出一沓文件。那请问这些从联名账户转出的钱怎么解释？看到那些银行记录，陆玉晨的脸色更白了。妈，算了。他拉了拉韩素贞的袖子。是我做错了。玉晨，你胡说什么？韩素贞瞪了他一眼，然后转向我。小安，你看，玉晨都认错了，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妈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了。我看着他虚伪的表情，心里只觉得恶心。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是信任已经没有了。那你想怎么样？韩素贞的耐心显然到了极限。离婚，财产分割，他给叶清婉的钱要还回来。我一字一句地说道。不可能！韩素贞拍桌而起。小安，你不要太过分了。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喂，程小姐，我是王律师，我有一些关于陆玉晨先生的重要信息想告诉你。你现在方便见面吗？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看了看正在争执的双方家庭，对着电话说，我现在有点事，能晚点吗？程小姐，我建议你现在就出来一下，这个信息对你的谈判很重要。我在慕白时光咖啡等你。挂掉电话，我对家人说，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许念之起身要跟我一起去，我摆摆手，你先在这里，我很快就回来。咖啡店里坐着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深色西装，看起来很专业。程小姐，我是王明，专门处理商业纠纷的律师。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有些紧张，是关于你丈夫陆玉晨的。王律师打开了公文包。程小姐，你知道你丈夫的公司最近有什么动作吗？不太清楚。怎么了？3个月前，也就是你刚结婚的时候，陆玉晨把他公司70%的股份转移到了一个名叫陆玉航的人名下。
王律师拿出一份文件，这个陆玉航，相信你很熟悉了吧？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是他弟弟，明白就好。王律师点点头。程小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如果你离婚，你将无法分割到他公司的任何财产，因为法律意义上，这些财产都不属于他了。我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你的意思是，他早就计划好了？很有可能。王律师的表情很严肃，而且根据我的调查，陆玉晨的公司最近签了几个大项目，价值超过500万。但是现在，这些收益都会进入陆玉航的账户。我浑身发冷。原来从一开始，陆玉晨就在算计我。婚前转移财产，婚后让我出钱维持生活，而他的收入却安全地藏在了弟弟名下。王律师，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突然警觉起来，因为陆玉航欠了我的委托人一笔钱，现在他们想要追回这笔债务。王律师坦诚地说道，如果你能证明这个财产转移是恶意的，那对大家都有好处。我需要回去和我的律师商量一下。我站起身来，感觉腿都有些发软。程小姐，时间很紧迫。王律师叫住了我。根据我们的消息，陆玉晨可能还有其他动作。什么动作？他可能会把剩下的财产也转移掉。王律师的话让我如坠冰窟。你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否则……他没有说完。但我已经明白了，如果陆玉晨把所有财产都转移掉，那我不仅要不回被他拿去养叶清婉的钱，连应该属于我的那部分共同财产也会化为乌有。我握着手机，手指颤抖着，准备拨通了许念之的电话。王律师的下一句话却让我彻底震惊了。程小姐，还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王律师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叶清婉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不是陆玉晨的。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如果孩子不是陆玉晨的，那他为什么要给叶清婉钱？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什么？孩子不是陆玉晨的？我声音颤抖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王律师点点头。根据我们的调查，叶清婉在和陆玉晨分手后，很快就和另一个男人交往了。那个男人叫李建华，是个有妇之夫，孩子很可能是李建华的。我感觉头脑一片混乱。那陆玉晨为什么要给他钱？因为叶清婉威胁他。王律师拿出另一份文件，陆玉晨在和你交往期间，曾经多次出轨。对象不只是叶清婉，叶清婉手里有证据，包括他和其他女人在酒店开房记录、聊天截图等等。他威胁说，如果陆玉晨不给钱，就把这些证据给你看。我瘫坐在椅子上，感觉天旋地转。原来一切都是谎言，连叶清婉都在骗我。所以叶清婉根本不是来帮我的，她是来利用我的。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没错，他知道你已经起疑心了，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让你把矛头对准陆玉晨，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从中获利。王律师的话让我彻底明白了。程小姐，你被他们2个人联手骗了。我快速拨通了许念之的电话。念之，你马上来一下，快！半个小时后，许念之匆匆赶到咖啡厅。听完王律师的话，他的脸色也变了。小安，这事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了。许念之快速翻看着王律师提供的证据。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我们的策略需要完全调整。现在怎么办？我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先回去继续谈判，但什么都不要说。许念之站起身来，我需要先核实这些信息的真实性。
回到包厢，父母们的争执还在继续。看到我回来，陆玉晨眼中闪过一丝紧张。小安，你去哪了？妈妈关切地问道。没事，公司有点事，临时回去处理了一下。我在座位上坐下，眼睛直视着陆玉晨。我们继续谈吧，既然大家都冷静下来了，我们就实际一点。韩素贞清了清嗓子。小安，你要多少钱才愿意离婚？什么叫我要多少钱？爸爸拍桌而起，应该是你们欠我女儿多少钱。就在这时，许念之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对我点了点头。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许念之走到角落，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回到座位旁。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王律师提供的信息基本属实，我们可以行动了。我深吸一口气，看向陆玉晨。玉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能诚实回答我吗？你说。他避开我的眼神。叶清婉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吗？这句话一出口，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了。陆玉晨的脸瞬间变得苍白如纸，韩素贞也愣住了。小安，你这话什么意思？韩素贞率先反应过来，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都被骗了。我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陆玉晨，你给叶清婉钱，不是因为孩子是你的，而是因为你有把柄在他手里，对不对？陆玉晨的嘴唇在颤抖，但他没有说话。他手里有你出轨的证据，所以你不得不给他钱封口。我继续说道，而那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胡说八道。韩素贞站了起来，你不要血口喷人，是不是血口喷人？问问你儿子就知道了。我转向陆玉晨，陆玉晨，你敢发誓那个孩子是你的吗？陆玉晨张了张嘴，但是没有声音出来。他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玉晨，韩素贞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你说话啊，妈。陆玉晨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孩子可能不是我的。房间里瞬间一片死寂。可能不是。我冷笑一声，陆玉晨，到了现在你还在撒谎。许念之适时地拿出了王律师提供的证据，这是叶清婉和李建华的酒店开房记录，时间正好在她怀孕期间。还有这个是他们的聊天截图，李建华明确承认孩子是他的。看到这些证据，陆玉晨彻底崩溃了，他捂着脸，整个人都在颤抖。所以你用我们的共同财产去养一个别人的孩子和女人。我的声音越来越冷。陆玉晨，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小安，他想说什么，但是被我打断了。还有，你公司70%的股份转移给陆玉航的事情，是不是也应该解释一下？这句话让韩素贞和陆玉晨都大吃一惊，他们显然没想到我会知道这件事。什么股份转移？爸爸皱起眉头。许念之拿出相关文件，就在小安和陆玉晨结婚当天，陆玉晨把他公司70%的股份无偿转移给了他弟弟陆玉航，这是恶意转移财产，目的是逃避离婚时的财产分割。玉晨，这是真的吗？韩素贞的声音都在颤抖。陆玉晨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为什么？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陆玉晨，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从一开始你就在算计我，对不对？不是的，小安，他想要解释，但是已经没有人愿意听了。够了！爸爸狠狠拍了一下桌子，这种人渣，我女儿一天也不能跟他过下去。妈妈搂着我，轻抚着我的后背，闺女，别哭了，不值得。1个月后，我们正式走上了法庭。陆玉晨请了一个很有名的律师，试图为自己辩护，但是证据确凿，他的所有谎言都被一一戳破。法官大人，
我的当事人承认在婚姻期间有不当行为，但是那些财产转移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陆玉晨的律师努力为他辩护，正常的商业行为会选择在结婚当天进行吗？许念之反驳道，而且转移对象是直系亲属，转移价格为零，这明显是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法官仔细审查了所有证据，包括银行转账记录、叶清婉的证词、股份转移文件等等。陆先生，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法官问道。陆玉晨站了起来，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法官大人，我对不起我的妻子，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这句话来得太晚了，如果他早点诚实，也许我们还有挽回的可能，但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2周后，法院宣布了判决结果，离婚申请获得批准，我们的婚姻正式结束。陆玉晨恶意转移的财产必须归还，包括转移给陆玉航的股份和给叶清婉的封口费。我获得了我应得的那部分财产，以及精神损失费。走出法院的那一刻，阳光很刺眼，但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小安，你还好吗？许念之关切地问道。很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半年后，我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换了一份新的工作。那天在整理东西时，我翻到了结婚时的照片，照片里的陆玉晨笑得很灿烂，我也是。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会幸福一辈子，但是现在看来，那份幸福从一开始就是虚假的。我把照片撕碎了，丢进垃圾桶。新公司的同事都很友善，工作环境也很好，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小安，晚上一起吃饭吗？新同事贺子谦敲了敲我的办公桌。好啊，我笑着答应了。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不是吗？3个月后，我接到了许念之的电话。小安，告诉你一个消息，陆玉晨的公司破产了。破产了？我有些惊讶。对，你分走了他的1半身家，之后他几次鲁莽的交易，把公司的现金流全部抽空了，结果资金链断裂，公司倒闭了。许念之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现在他和他妈妈的关系也很紧张，听说韩素贞一直在埋怨他。我听了，心里没有一点波澜。那叶清婉呢？我问道。他和李建华结婚了，孩子也生了。许念之说道。不过听说李建华的前妻闹得很厉害，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挂掉电话，继续工作。这些消息对我来说就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1年后的某个周末，我在公园里散步，遇到了陆玉晨。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头发也白了不少。看到我，他想要过来打招呼，但是被我的眼神制止了。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就像2个陌生人一样。我没有恨他，也没有原谅他。对我来说，他已经彻底成为了过去。现在的我有新的工作、新的朋友、新的生活。我学会了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旅行，一个人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没有收到那条匿名短信，我会不会还在那个压抑的家庭里，继续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但是现在想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人生就是这样，总有一些路必须自己走，总有一些真相必须自己面对。我很庆幸，我最终选择了勇敢。太阳西下，我走出公园，回到了我的小窝。那里有我亲手布置的温馨，有我喜欢的书和音乐，还有一只我新养的小猫。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简单而真实。我再也不需要为了讨好任何人而委屈自己，再也不需要在别人的谎言里迷失自己。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